都说狗来富猫来穷，我刚开始还不信，直到一天夜里，一只赖皮狗倒在了我家院门口。那是条黑色土狗，毛快掉光了，满身血痂和烂疮，进气多出气少，眼看快不行了，我就赵大壮拎着把破铁锹就冲了出来，嚷嚷着这死狗触霉头，今天必须扔粪坑里沤肥。我冲上去死攥住铁锹，说他还没死透，扔粪坑就是活活淹死。赵大壮膀大腰圆，一甩膀子把我甩了个踉跄，端着铁锹接着走。我爬起来2步窜过去，直接从跷板上把狗抱进怀里，一股浓烈腥臭直冲脑门，狗身上全是黄水烂泥，又烫又个手，被我这一抱，狗喉咙里咯咯抽了2下气。赵大壮嫌弃的往后蹦，骂我有病，非让我扔掉。我说我自己养它，不花他1分钱，抱着狗转身就往厨房跑。我把狗放在灶台边的干草堆上，它一动不动，只有鼻子还在微扇。锅里有中午吃剩的半碗猪骨汤，我赶紧倒进大海碗，兑了点温水端到狗嘴边，泼起它的脑袋。肉汤味一飘过去，狗的黑鼻子猛抽了2下，突然睁眼露出浑浊眼白。它张开干裂的嘴卷住碗边，一开始轻舔，接着发了疯似的狂喝，喝太急呛得直咳嗽，可脑袋死死扎在碗里就是不抬。不到半分钟，大半碗肉汤被舔个干净，连骨头渣都嚼碎咽了。喝完汤，它重新趴回草堆，呼吸明显粗重了。我摸摸它的脊背，说以后你跟着我。狗没吭声，闭着眼，尾巴尖在干草上极其微弱的扫了2下。下午赵大壮在睡觉，我一直守在厨房。天色擦黑时，铁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外婆拎着锄头从地里回来了。可她今天不对劲，平时走路带风的外婆，今天像背着几十斤麻袋，腰弯的厉害。借着暗光，我瞅见她脸上没什么血色，满头冷汗。我跑过去想接锄头，问她是不是中暑了。外婆摆摆手，说没事，就是肩膀沉，脖子后面发凉，像是有水在滴。话没说完，我突然感觉腿边一阵风刮过，那条下午还半死不活的狗，不知什么时候窜了出来。它弓着背，身上杂毛根根倒立，4条腿死死钉在地上，挡在外婆身前。突然张开嘴，露出一口白森森的尖牙，极其凶悍的狂吠起来。外婆吓得连连后退，但我看得清清楚楚，狗根本没看外婆，它死死盯着外婆肩膀后面那片空荡荡的空气。狗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呼噜声，前爪在泥地上疯狂刨动，接着猛地一跃而起，越过外婆肩膀扑向门外，像道黑色闪电冲出院子，消失在漆黑的胡同里。外婆被扑得腿软，锄头哐当掉地。就在这时，院墙上方闪过一道黑影，那条狗从3米多高的红砖墙上像猫一样无声无息跳下来，稳稳落在院中央。它嘴里似乎嚼着什么东西，用力咽了下去，转头冷冷盯着院门口。外婆看着这从3米高墙跳下毫无声响的狗，两腿一哆嗦，直接瘫坐在地上。外公披着旧褂子从堂屋冲出来，一把把外婆拽了起来。赵大壮他拉着拖鞋探出头，端着海碗嚼着红烧肉，看见院子里站着的狗，下巴差点掉地上。这死狗下午不还是摊烂泥吗？怎么活蹦乱跳了？狗现在瘦得皮包骨，但4条腿站得稳稳当当，黄澄澄的眼珠冷冷扫了赵大壮一眼。赵大壮夹起块肥肉扔狗跟前，想试探，狗头都没低，上唇一翻亮出尖牙，前爪猛往前踏了一步。赵大壮吓得连连后退，踩进水坑，差点4脚朝天。我赶紧挡在中间，我试探着伸手，刚才还凶神恶煞的狗，一见我立马收起尖牙，用硬鼻头死命蹭我掌心，尾巴狂甩。这狗只认我。外婆缓过劲来，哆哆嗦嗦地跟外公说，这狗刚才跳了3米多高的墙，扑出去又跳回来，嘴里还嚼东西。外公脸色一变，问外婆下午去哪干活了。外公猛一拍大腿，去了村西头的烂河沟子边上挖地，那河沟子前年淹死过人，他是被水里的脏东西跟上。外公又问外婆这几天是不是觉得肩膀沉，脖子发凉。外婆连连点头，从河边回来就觉得有人趴背上往脖子里吹冷风。外公指着狗说，这狗不是疯，他是看见了趴在外婆背上的脏东西，冲出去是把那玩意儿拽下来吃了。我蹲下揉揉他脖子上的乱毛，下午那半碗肉汤救了他，以后他就叫默默，碗够肉吃。默默汪了一声，突然浑身一抽，干呕起来，一个小东西从他嘴里吐出，落在我手心里，凑近一看，是颗惨白的牙，比普通狗牙长一大截，尖端带着锋利倒钩，牙根沾着腥臭黑泥。外公看了一眼倒抽冷气，一把攥住我的手，说这是狼牙里的倒钩牙，这狗把最凶的牙土给我当护身符认住，让我拿红绳穿上贴肉挂脖子上，千万别丢。我赶紧找红绳把倒钩牙套在脖子上，冰凉牙尖贴着胸口，发毛的感觉瞬间散了。天色黑透，天上打了个闷雷，豆大雨点噼里啪啦砸了下来。我把默默安排在灶台干草垛上，刚准备回屋睡觉，一声凄厉嚎叫穿透暴雨，在院墙外炸响，狼嚎声越来越密，这群畜生把院墙围死。外公拎着开山大砍刀，披着塑料雨衣冲出来，扔给我一把铁叉。后山狼群下山了，饿疯了，铁门挡不住，今天得硬拼。赵大壮缩在八仙桌底下，死死抱着长条板凳，2条腿抖成筛糠，嚎叫着让拿桌子顶门。外公骂他没用软蛋，拎刀冲到大铁门前，门外撞击声响起，重力压在铁皮上，震得门栓铁锈直掉。外公喊了1、2、3，猛抽掉门栓，一脚踹开2扇大门，一道闪电劈下，照得门外亮如白昼。我举着铁叉刚要向前，却被眼前景象惊得僵在原地。门外根本没有狼扑食，7、8条小牛犊子大的野狼，整整齐齐趴在泥水里，脑袋死死贴着泥坑，那姿势完全是在磕头。7、8双泛绿光的狼眼没看拿刀的外公，也没看我，而是直勾勾越过我们，盯着厨房方向。默默不知啥时候慢悠悠走了出来，大摇大摆踩进泥水里，还是那副皮包骨的虚弱样，走到院中央停下，抬头看了眼门外的狼群，张开嘴露出少了一颗倒钩牙的牙床，无比随意的打了个大哈欠。打完哈欠，默默甩甩脑袋上的雨水，一声没叫，转身走回厨房，趴回草堆。默默转身的瞬间，门外那头体型最大的头狼突然发出一声惊恐的呜咽，站都不敢站，在泥水里连滚带爬往后退了10几米，猛夹紧尾巴掉头往后山狂奔。剩下7条狼夹着尾巴连滚带爬窜进黑夜，眨眼跑得干干净净。外公的砍刀吧嗒掉在泥地里，他愣愣地看着空荡荡的胡同，又回头看厨房，声音直颤，说这哪是捡了条狗，这是请了个活祖宗。次日一早，雨停了，
我早早爬起来，拎着俩水桶出门，去村头老井打干净水给默默拌饭。我刚踏出院门，赵大壮就从屋里探出半个脑袋，贼眉鼠眼的往外看，确定我走远了，这才搓着手，两眼放光，溜到厨房门口。他盯着草堆上打呼噜的默默，嘴角咧到耳根，嘀咕着说：“昨晚看明白了，那么多野狼冲他磕头，这绝对不是烂泥狗，搞不好是山里狼王配出的极品狼狗串子。”他边嘀咕边从墙角扯来一条厚化肥麻袋，又在灶台上摸了节生锈铁丝。他念叨着：“镇上配种战孙赖子说过，有极品猛犬的重配一次给500。默默这能让群狼磕头的种，怎么也得要1000。”赵大壮蹑手蹑脚走到草堆旁，猛张开化肥口袋，一把将还在睡觉的默默死死套了进去，一脚踩住麻袋口，用铁丝把袋口死死拧了3圈。他抱起沉甸甸的麻袋冲出院子，往破3轮车斗里一扔，骑上车座直奔镇上。我拎着2桶凉水跨进院子，喊了一声开饭，走进厨房，灶台边的干草堆空荡荡的，上面还留着狗趴过的凹痕。干草堆旁边吊着一截生锈铁丝，还有半个烂布条，那布条我认识，是赵大壮装化肥用的麻袋口。院子里静悄悄的，赵大壮那辆破3轮车也不见了。我脑袋嗡的一声，火气直冲天灵盖，这孙子趁我不在把狗偷了，我连水桶都顾不上管，抄起门后一把铁锹就往院外狂奔。赵大壮怕碰见熟人，肯定走后山那条土路抄近道，刚跑出村口没多远，前面土坡上连滚带爬冲下来一个人，是赵大壮。他那辆破3轮车不知道扔哪了，整个人像从泥潭里捞出来一样，浑身上下全是黄泥巴，一只脚的鞋跑丢了，裤腿被挂得稀烂，脸色难看，张大嘴巴像破风箱一样剧烈喘气。我冲上去一把揪住他沾满泥巴的衣领，铁锹直接顶住他的脖子，问他把默默弄哪去了。赵大壮被我吓破了胆，两腿一软，直接跪在地上，双手抱头嚎啕大哭，说见鬼了，那不是狗，那是妖怪。他说骑车抄近道，刚到那片乱葬岗，车斗里的麻袋突然自己裂开了，默默一口咬断了指头粗的铁丝，从车斗里跳下去，直接往老坟地里钻。他想去追，结果默默回头瞪了他一眼，那眼睛绿油油的，他不敢要那钱了。我一把甩开赵大壮，拎着铁锹继续往后山狂奔。后山这片乱葬岗以前是村里埋横死之人的地方，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和带刺灌木。一进这片地界，周围温度像是降了好几度，风吹过野草发出沙沙的怪响。我扯着嗓子喊默默，没有回应，只有几只乌鸦被惊飞。我顺着被踩倒的野草堆往深处找，越往里走，地上的土包越多，很多老坟早就塌陷了，露出里面发黑的棺木茬子。突然前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刨土声，像铁铲在疯狂挖土，速度极快。我握紧铁锹，放轻脚步，拨开前面1人多高的枯草，前面是个凹陷下去的巨大土坑，看轮廓以前是个有年头的老坟包，连墓碑都没了，只剩一个土包间。默默就在那上面，他前腿弓起，2只前爪像上了发条的旋风铁铲，正对着那个老坟包疯狂刨土。黑黄色的泥土像暴雨一样被他从身下刨飞出来，爪子碰到碎石头直接挠碎，连停顿都没有。我喊了一声，他没理我，他喉咙里发出见到猎物时低沉的呼噜声，前爪速度反而更快了。眨眼的功夫，老坟包硬生生被他刨下去半米多深，砰的一声，爪子砸在土坑底部，发出沉闷的硬物撞击声。他停下动作，往后退了2步，抖了抖身上的泥。我走到土坑边往下看，泥土被刨开后，底部露出了一口倒扣着的大黑缸，缸体上沾满了腥臭的黑泥，缸盖严丝合缝的封着，不知在地下埋了多少年，透着一股阴森的寒气。默默走到黑缸跟前，抬起右前爪，爪尖闪过一道寒光，一爪子狠狠拍在缸盖上，2寸厚的陶土缸盖就像一块脆饼干，直接被拍得4分5裂。缸盖底下的东西彻底暴露在空气中，大半缸圆溜溜沾满腥臭黑泥的银元在缸底堆成了一座小山。我半蹲在坑边，死死盯着缸里的东西，大半缸全是圆溜溜的龙阳老银元，沉甸甸堆在一起，只是上面全裹着一层黏糊糊的黑泥，散发着刺鼻的臭味。我咽了口唾沫，伸手就想抓一把看真假，啪的一声，鞋子里伸出纸满是老茧的大手，狠拍在我手背上。外公拎着镰刀气喘吁吁站在后头，黄胶鞋全是泥，裤腿被荆棘划出好几道口子，显然一路狂奔找来的。他说早碰见赵大壮那瘪犊子，一把将我拉到身后，死盯破缸让我往后退，说这东西不能碰。外公压低声音说，这是无主孤坟，缸里的是买命钱，也就是死人钱，那黑泥不是土，是地下阴气沤出的尸水，活人碰了阴气顺指缝钻骨头，不出3天全家连个活物都不剩。我听得头皮发麻，下意识后退。外公一说，我才觉出坑底凉飕飕的，臭味熏得人睁不开眼。这时默默动了，他不管警告，直接跳进半米深的土坑，踩在黑瓦片上。外公急得直跺脚想去捞，默默把鼻子凑到黑缸边仔细闻了闻银元，接着转身，屁股对准黑缸后腿一抬，一泡冒着热气的焦黄狗尿直直浇在了死人钱上。外公举着镰刀看傻了，可下一秒他眼珠子瞪圆了，狗尿刚淋上银元，表面黑泥就像烧红铁板泼了凉水，瞬间发出极其刺耳的声响，一股浓烈白烟猛地窜出，白烟升起，刺鼻恶臭奇迹般消失，变成了普通的泥土味。白烟散尽，再往缸里看，发黑发臭的银元变得干干净净，黑气湿水被狗尿冲刷干净，露出白花花的刺眼银光。默默尿完抖抖后腿，轻巧跳上来，慢悠悠走到我脚边蹲下。外公愣了半分钟，猛一拍大腿，扔了镰刀，激动的发抖。他说好狗，童子狗尿本就冲煞，他又是吃过邪祟的凶狗，这泡尿直接把死人钱的阴气烧没了，钱干净了，能拿。外公脱下补丁外套，跳进坑里平铺地上，大把把银元往衣服里捧。他喊我赶紧下来帮忙，说这少说上100块，发财了。我跳下去把剩下的全搂进衣服，沉甸甸一大包有20-30斤。外公把袖子打了个死结，像抱宝贝一样抱在怀里，带着我和默默抄小路做贼似的赶回家。回到家，外公把银元塞进我床底破木箱，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跟人说，尤其是赵大壮那个混账。夜里，外公屋里呼噜震天，默默吃饱在厨房草堆打盹，我屋里没开灯，
黑漆漆的，木门被极其缓慢地推开一条缝，一个黑影挤了进来。他光着脚没出一点动静，呼吸都死死憋着。借着月光能看清那张满是肥肉、贼眉鼠眼的脸，是赵大壮。他下午吓破胆跑回家，晚上吃饭一言不发。可那双老鼠眼早偷偷盯上了外公抱回来的布包。赵大壮轻手轻脚走到床边，听我呼吸平稳，慢慢跪地趴下往床底摸，摸到破木箱，掀开，摸到了打死结的外套。他哆嗦着解开死结，伸手摸到冰凉坚硬的金属圆片，感受到真金白银。他嘴角狠抽2下狂喜，他没敢多拿，怕被发现，摸索着抓出5块银元，重新系好衣服，合上木箱。赵大壮爬起来，把冰冰冷的银元攥在手心，揣进裤兜，蹑手蹑脚溜出房间，反手拉上了门。赵大壮做贼心虚，溜回西厢房，反手插上死栓，背靠门板大口喘粗气。稍微平复了一点，他走到床边，把兜里5块银元全掏出来，摊在粗布床单上，借着窗外月光，5块洗去黑泥的龙阳老银元闪着白花花的冷光。赵大壮抓起1块放嘴边，用力咬了一口，硌得牙床子生疼，脸上横肉却笑成了一堆，嘟囔着说是真金白银，骂外公想吃独食，自己拿几块怎么了？他把5块银元在手心里搓了搓，发出叮当脆响。可搓着搓着，他突然觉得手心不对劲，这几块银元冰凉刺骨，像是从冰窟窿里捞出来的，表面摸起来滑腻腻的。他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一股浓烈的腥臭味直冲天灵盖，跟下午在后山老坟坑里闻到的一模一样。他嫌弃的在裤腿上蹭了蹭手，用破毛巾把5块银元裹住，塞到枕头底下，嘀咕着管他臭不臭，能换钱就行。四仰八叉躺下，想着明天去镇上换红票子搓一顿，迷迷糊糊就睡了过去。刚迷糊没多久，一声极其细微的水滴声在安静的屋子里响了起来。赵大壮翻了个身没搭理，水滴声不仅没停，反而变得规律起来，像是没拧紧的水龙头不紧不慢地往地上滴水。赵大壮烦躁地拉被子蒙住头，骂这破屋顶又漏雨。又是一声水滴响，大的出奇，就像直接滴在了他耳朵眼里。赵大壮猛地睁眼，掀开被子坐起来，拽了一下拉线开关，昏黄灯泡亮了。他抬头看屋顶石膏板，干干巴巴的，别说漏水，连水渍都没有，地面也是灰扑扑的，完全没有水坑。他挠着头骂骂咧咧，伸手去摸床头焊烟袋，手刚伸过去，还没碰到烟袋锅子，就摸到了一手冰凉黏糊的液体。他低头一看，枕头边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滩黑乎乎的水迹，正顺着床沿一滴一滴往下淌，那股烂河沟的臭味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他猛地想起那5块银元就压在枕头底下，一把掀开枕头，包裹银元的破毛巾已经被黑水完全浸透，烂乎乎的摊在那，水就是从这毛巾里渗出来的。赵大壮吓得往后猛缩，跌坐在床尾。就在这时，西厢房的木门突然被砸得震天响，那力道极大，震得门框上的灰纸往下掉，整扇门都在剧烈晃动。赵大壮浑身一哆嗦，以为是外公发现钱少了拿砍刀来算账。他壮着胆子吼了一嗓子问谁，外头没人应声，砸门的声音更密集了，门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木门栓眼看就要被撞断。赵大壮火气上来了，抄起墙角一根顶门杠，大步走过去扯开门栓，猛地拉开房门。他举着木杠子刚要骂，声音却硬生生卡在了嗓子眼里。门外黑漆漆的，院子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他低头往下看，木门外的门槛上没有脚印，只有一滩散发着刺鼻腥臭的黑水，水迹还在顺着门槛往院子泥地里流，里面混着几根水草一样的东西。一阵冷风顺着大开的房门吹进来，赵大壮觉得从脚底板一直凉到了天灵盖，他双腿直打摆子，一步步往后退，手忙脚乱想把门关上。就在他退到屋里，刚要把门合上的瞬间，一滴冰凉刺骨的水直挺挺落在了他的后脖颈子上，顺着脊梁骨滑进了衣服里。赵大壮整个人瞬间僵住，他不敢呼吸，眼珠子拼命往上翻。他极其缓慢地转过脖子，抬起头看向头顶那根粗壮的实木大梁，大梁上趴着一个浑身滴着黑水的人影，那东西四肢像蛤蟆一样死死吸附在木头上，湿漉漉的黑色长发倒垂下来，一张泡得浮肿变形，五官都挤在一起的脸正从大梁上探出来，死死盯着下面的赵大壮。赵大壮发出一声凄厉到劈叉的惨叫，两眼上翻露出大片眼白，喉咙里咯咯抽了2下冷气，几百斤的肥壮身子像被砍断的烂木头一样，砰得直挺挺向后倒去，后脑勺重重砸在水泥地上，当场晕了过去。我在东厢房被惨叫声惊醒，一把掀开被子，光着脚跳下床，抄起门后生了锈的铁叉子，刚拉开房门，默默嗖的从院子里窜过来，稳稳停在我脚边。他身上的毛根根倒竖，喉咙里发出极具攻击性的呼噜声，两只泛着绿光的眼睛死死盯着西厢房方向。我握紧铁叉，带着默默冲向西厢房。木门大敞四开，门槛上全是湿漉漉的水迹，屋里昏黄的灯泡还亮着，一股浓烈的腥臭味直冲鼻腔。我一脚踏进屋，看见赵大壮四仰八叉躺在地上，默默突然狂吠一声，前腿猛地压低。我顺着他的视线猛地抬头，屋顶那根粗壮的实木大梁上趴着一团湿漉漉、黑乎乎的人影，那东西正顺着大梁旁边的柱子，像大蜘蛛一样脑袋朝下，极其迅速地往赵大壮脸上爬，一滴滴腥臭的黑水从他身上往下滴，砸在赵大壮的鼻梁上。没等我举起铁叉，默默动了，他后腿在水泥地上猛地一蹬，咔嚓一声，坚硬的地面被他爪子抠出几道白印，默默化作一道黑黄色的残影。接着旁边老式衣柜的顶端当跳板，身子在半空中猛地1米，直接拔高了将近3米，精准扑向那团黑影。那黑影察觉到了危险，猛转头想往房梁深处缩，晚了。默默在半空中张开大口，露出森白的尖牙，冲着黑影的脖梗处狠狠一口咬了下去。半空中响起一声像滚油锅里泼了凉水的爆响，那黑影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被咬住的瞬间就像个被戳破的黑色水气球，砰地炸成一团黑雾。默默闭上嘴，用力一咽，四爪朝下轻巧地落回水泥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落地后，默默蹲在地上甩甩脑袋，张开嘴打了个响亮的饱嗝。这嗝一打完，屋里那股刺鼻的腥臭味像被大风刮过一样，眨眼散了个干干净净，温度也瞬间回暖。外公拎着劈柴的开山刀，披着褂子冲了进来。他看大梁上空空如也，再看蹲地上舔爪子的默默，最后目光落在躺地上的赵大壮身上，气得破口大骂，说他惹了不该惹的东西带回家。外公
公舀了满满一瓢井水，冲着赵大壮的脸泼了上去。赵大壮被冷水激得弹坐起来，先惊恐地看了一眼大梁，发现什么都没有了，连滚带爬往墙角缩，喊着有水鬼爬梁上了。外公一脚踹在他大腿上，骂他要不是默默，他早被吸干阳气变成干尸了，逼问他那脏东西怎么会顺着胃找到他屋里来。赵大壮连滚带爬扑到床边，掀开枕头，底下那块破毛巾已经被黑水沤烂了。他颤抖着手扒拉开毛巾，露出5块冷冰冰的银元。他扑通跪在外公面前，双手把银元举过头顶，脑袋在水泥地上磕得砰砰响，说自己鬼迷心窍，半夜溜进我屋里摸了5块钱出来，想换酒喝，不知道这钱上还带着要命的玩意儿。外公冷着脸夺过银元，说这钱是默默的尿冲过煞的，但这几块没被完全盖住，残留的阴气把水里的东西引来。外公把5块银元塞进我手里，说这东西留在家里是个祸害，赵大壮早晚还得惦记，让我天一亮就带着默默去镇上找个识货的买家，全换成票子。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把那个装着上百块大洋的粗布包死死缠在腰上，外面套了件宽大的旧夹克，拉链拉到最顶上，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我找了根粗麻绳拴在默默脖子上，一头死死攥在手里，大步迈出院门，直奔镇上。早上8点多，镇上集市刚开始热闹起来，我没去菜市场，直接奔着镇子最东头那条古玩一条街走去。这条街全是卖旧书、假铜钱和破瓷器的摊子。我顺着街道往里走，最后停在一家门面最大、装修最阔气的店铺门口，门头上方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实木牌匾，写着瑞宝阁3个字。我推开厚重的玻璃门，带着默默走了进去。柜台后面，一个穿着唐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胖老板正拿着放大镜看一个鼻烟壶。我大步走到柜台前，手伸进夹克里解开布包，从里面抓出5块银元，手腕一翻，砰的一声重重拍在玻璃柜台上，问他收不收大洋，说是刚出土的好货。胖老板放下放大镜，慢吞吞站起来，拿起1块银元捏住中心，凑到嘴边用力吹了一口气，然后迅速放到耳边。胖老板从抽屉里摸出小卡尺，卡了卡厚度，又掂了掂分量，死死盯着银元表面。他推了推眼镜，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看着我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成色不错，是真东西，可这钱来路不正，缝隙里还透着股老坑里的土腥味，最多按市场价1半收。我懒得跟他废话，一把抓起银元揣回兜里，拽着默默的牵引绳，转身就往外走。别走别走，和气生财，1块给算800，1块1200，少1分不卖，而且不止这5块。胖老板呼吸一滞，问我有多少，我没说话，直接拉开夹克拉链，解开缠在腰上的粗布包，哗啦一声，上百块白花花的大洋直接倒在柜台上，堆成一座小山。胖老板倒吸一口凉气，整个人扑在柜台上，双手颤抖着在银元堆里扒拉，嘴里念叨着全是好货，一共115块。他咽了口唾沫，1200就1200，全收了，一共13万8千，凑个整给14万。他生怕我反悔，转身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黑色手提包，一沓一沓的100元大钞往里塞，推到我面前。我伸手去接包，弯腰的瞬间领口一松，脖子上挂着的那颗带倒钩的惨白狗牙啪嗒一下掉了出来，刚好磕在玻璃柜台上。胖老板的视线瞬间被那颗牙吸住了，他死死盯着倒钩牙，又猛地转头看向蹲在我脚边瘦的皮包骨的默默，他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先是震惊，接着眼底闪过一丝狂喜，最后化成一脸殷勤。他搓着手凑到我跟前，压低声音说我脖子上挂的是沾过血、吃过煞的极品辟邪狗牙，说我这狗不一般。我把狗牙塞回衣服里，拎起钱包说钱货2清，狗不卖。胖老板赶紧摆手说不是买狗，说他在市里盘下了一栋老洋房，打算倒腾做私人会所，可那地方最近不太太平，晚上总进贼。他故意把贼字咬得很重，他说想请我带着默默去市里帮他看个场子，只住1晚上，伸出5个指头说5万块，只要在那宅子里待一宿，明早太阳一出来立刻转账。我掂了掂手里装了14万现金的包，外公说的对，有了钱得置办家当。赵大壮还在家里盯着，得多弄点钱防身，更何况默默最近正愁没补药吃。我连磕巴都没打，直接吐出1个字走。胖老板乐开了花，赶紧跑到店门口拉开一辆黑色越野车的车门，我带着默默坐进后排，胖老板一脚油门，车子直接窜上了通往市里的国道。车里开着空调，冷风呼呼响，胖老板在前面一边开车一边哼着小曲，心情好到了极点。我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手里死死抱着装钱的黑包。车子开了大概1个多小时，前面路牌写着市区入口还有10公里。突然，一直趴在我脚边打呼噜的默默猛地睁开了眼，那双黄澄澄的眼珠子在昏暗的车厢里泛起一层忧虑的光。他没有叫唤，极其缓慢地从脚垫上站了起来，默默4条腿绷得笔直，背上的杂毛像钢针一样根根竖起。他悄无声息地把前爪搭在前排驾驶座的靠背上，脖子往前一探，硕大的狗头直接凑到了胖老板的后脑勺后面。默默喉咙深处发出一阵极其低沉压抑的咆哮声，上嘴唇猛地往上一翻，呲出2排森白的尖牙，森白的牙尖距离胖老板脖子的大动脉不到3厘米。我手腕猛地一抖，牵引绳让默默趴下，默默极其不情愿地收回前爪，坐回后排脚垫上，那双泛着忧虑光芒的狗眼依然死死盯着胖老板的后脑勺，上嘴唇还在微微抽动。我探身往前凑了凑，借着车窗外忽明忽暗的路灯光，看得清清楚楚。胖老板肥胖的后脖颈子上隐隐约约盘绕着一丝黑气，像是一条细长的黑水蛭，死死咬在他的皮肉里，随着呼吸一股一瘪。难怪这孙子非要花5万块请我去看场子，他身上这股邪祟气8成就是从那栋老洋房里带出来的。我没吱声，重新靠回椅背上。默默昨晚吃那个水里的东西根本没吃饱，今天早上也只是拿几块带阴气的银元当零嘴。既然这胖老板主动送上门，刚好带默默去吃顿大餐。晚上11点半，越野车开进了市郊一片极其偏僻的老城区，路灯坏了一大半，街道2旁全是用彩钢瓦围起来的待拆迁废墟。车子在一个死胡同的尽头停了下来，胖老板一脚踩死刹车，但没拉手刹也没熄火，发动机依然低沉的轰鸣。他转过头，额头上全是细密的冷汗，连安全带都没解，指了指车窗外。我推开车门，牵着默默跳下车，刚一落地
地，一股阴冷的穿堂风顺着裤腿倒灌进来，冻得我打了个哆嗦。眼前是一扇2米多高、锈迹斑斑的生铁大门，虚掩着，里面是一座荒废了不知多少年的民国风老洋房。借着月光能看到洋房是3层结构，墙面的白灰脱落的斑驳不堪，露出发黑的青砖。枯死的爬山虎像一条条干瘪的死蛇，密密麻麻缠在2楼的阳台栏杆上。1楼的老式对开红木门半敞，里面黑洞洞的，像一张随时要吃人的大嘴。胖老板坐在车里摇下车窗，扔给我一个强光手电筒，说规矩都说了，带着狗在院子里住一宿，明天早上8点太阳一出来，5万块现金当场一分不少拍在我手里。我接过手电筒，按了一下开关，刺眼白光打在洋房破败的墙壁上。我说了声行，攥紧牵引绳，踢开虚掩的铁门，跨进了院子。院子里全是半人高的枯草，踩上去咔嚓咔嚓直响。默默一进院子，浑身肌肉瞬间绷紧，鼻子贴着地面疯狂嗅着空气里的味道，喉咙里再次发出遇到猎物时的低沉呼噜声。我举起手电筒，顺着长满杂草的石板路，把光柱打向1楼那扇半敞着的红木大门。光柱刚扫过门缝，我猛地停住了脚步。门后面站着2个东西，一左一右，笔直的贴着红木门板站着，惨白的脸在手电筒的强光下反着一种劣质纸张特有的油光，没有一点血色。左右两边的颧骨上各涂着一团像鸡血一样刺眼的红圆圈，那是2个用竹篾子糊出来的真人大小的纸人，一个穿着大红色的纸旗袍，另一个穿着黑色的纸马褂，五官是用极粗劣的毛笔画上去的，嘴角一直咧到耳根，画出一个诡异且僵硬的微笑，2只眼睛只画了眼白，中间用浓墨点了一个黑乎乎的眼珠。大半夜荒废的洋房大门后面摆着2个死人用的纸人，正对着院子大门，就像是在迎客。哐当一声，我身后的生铁大门突然发出一声巨响，我猛地回头，胖老板不知什么时候从车上溜了下来，正满脸狰狞地拽着2扇铁门死死合在一起，他手里拿着一条粗壮的铁链子，哗啦啦在铁门把手上绕了3圈，最后咔嗒一声挂上了一把拳头大小的黄铜挂锁。胖老板隔着铁门栅栏冲我大喊，说对不住了，他被这宅子里的东西缠上了，找了几个大师都看不好，大师说得找个命硬的替死鬼帮他挡一劫，让我和默默留在里面帮他顶煞。说完他根本不等我反应，连滚带爬冲回越野车，一脚油门踩到底，伴随着轮胎摩擦地面的刺耳尖叫声，越野车像疯了一样窜出胡同，尾灯眨眼间消失在黑暗里，院子里瞬间死寂下来，连一丝虫鸣都没有。一阵毫无征兆的阴风平地刮起，卷着枯黄落叶在院子中央打着旋儿。我转过身，手电筒的光柱依然打在那扇半敞的红木大门上，在风中，那2个糊得惨白、嘴角咧到耳根的纸人，身体开始发出竹篾子摩擦的嘎吱声。紧接着，那2个纸人原本直勾勾盯着正前方的黑墨水眼珠子，突然在纸面上极其诡异的转动了半圈，齐刷刷的定格在了我的脸上。那2个黑墨水点出来的眼珠子死死盯着我的脸，嘎吱嘎吱的竹篾子弯曲声在死寂的院子里响了起来。左边那个穿着大红纸旗袍的纸人竟然直挺挺的抬起了一条胳膊，那胳膊没有任何关节弯曲，就像一根僵硬的木棍，直指着我的面门。他脚底下没动，整个身子却像装了滑轮一样，贴着地面一点一点的跨过了那道高高的红木门槛，直奔我飘了过来。右边那个穿黑马褂的纸人也动了，嘴角那抹画出来的诡异笑容似乎咧得更大了，紧跟在后面，一股刺鼻的死人香灰味扑面而来。我一把把装了14万现金的黑包甩在脚边，右手死死攥紧沉甸甸的强光手电筒，大拇指扣在开关上，准备直接把手电筒当铁锤使，砸烂这2个装神弄鬼的纸糊玩意儿。根本没等我抡起胳膊，手里那根粗麻绳牵引绳猛地绷得笔直，一股巨大的拉力从绳子那头传过来，粗糙的麻绳瞬间在我掌心磨出一道血印子，我根本拽不住，手一松，牵引绳直接飞了出去。默默就像一颗出膛的黑色炮弹，后腿在青石板上狠狠一蹬，直接迎着那2个纸人扑了上去。我只看到一道黑黄相间的残影在手电筒的光柱里闪过，砰的一声极其沉闷的撞击，默默那硕大的狗头结结实实撞在穿红旗袍的纸人胸口上，劣质宣纸瞬间被撕裂，默默2只锋利的前爪死死扣进纸人肩膀里，借着猛扑的惯性，直接把那个1人多高的红纸人扑倒在满是枯草的泥地上。红纸人刚一倒地，那2条僵硬的纸胳膊竟然像活人的手一样，猛地反搂住默默的脖子，死死往里勒。竹篾子做成的手指头极其尖锐，直接扎进了默默脖子上的烂疮里。默默连躲都没躲，喉咙里发出一声极其凶悍的狂吼，他猛地张开大口，露出那排森白的獠牙，对准红纸人那张化着浓妆的脸，一口生啃了下去。咔嚓一声，纸人里面支撑脑袋的粗竹条被默默这一口直接咬得粉碎。默默脑袋猛往旁边一甩，撕拉一声巨响，红纸人的半边脑袋连着脖子被硬生生撕扯了下来，没有血，只有一股浓烈的呛人的黑烟从纸人断裂的脖腔子里喷涌出来。默默根本不管那黑烟，大嘴一开一合，锋利的牙齿疯狂咀嚼，他竟然把嘴里那半个糊着纸的竹篾子脑连带着那股腥臭的黑烟直接生咽进了肚子，嚼碎的竹签子在他嘴里发出嘎嘣嘎嘣的脆响。右边那个穿黑马褂的纸人这时已经飘到了默默身后，僵硬的胳膊直直插向默默的后背，默默后腿在红纸人的残骸上猛地一蹬，整个身子在半空中不可思议的扭转了180度。他腰腹发力，粗壮的尾巴像一根铁鞭子，啪的一声抽在黑马褂纸人的腰上，直接把纸人抽得在原地打了个转。趁着纸人失去平衡的瞬间，默默落地发力，再次猛扑，动作一气呵成。他一口咬住黑马褂纸人的大腿，锋利的牙齿深深嵌进竹篾骨架里，然后前腿死死蹬住地面，脖子猛地往后一发力，哗啦一声，黑马褂纸人直接被当场撕成了2半。默默完全进入了狂暴状态，他2只前爪死死按住地上的碎纸片和竹条，大口大口撕咬，不管上面画着
着什么诡异的五官，也不管里面喷出多少浓烈的黑气，只要撕下来的，连嚼都不多嚼几下，一仰脖子全吞进胃里。短短不到半分钟，2个原本透着极其邪门阴气的1人多高的诡异纸，硬生生被默默撕成了一地稀巴烂的碎纸屑，连一根完整的竹签子都没剩下。院子里的阴风随着纸人被撕碎吞吃，奇迹般的停了。那股刺鼻的死人香灰味也散得干干净净。默默停下动作，蹲在满地碎纸屑的中间，他闭着嘴，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吞咽的声音，像是在消化刚吃下去的生肉。我举着手电筒把光柱打在默默身上，眼前的变化让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默默的身体正在发生极其明显的变化，他原本瘦的皮包骨、肋骨根根分明的身体，此刻像充了气一样，肉眼可见的膨胀起来。一阵极其轻微的骨骼爆响声从他体内传出，他背上、腿上那些原本结了厚厚一层血痂的烂疮，随着肌肉的剧烈隆起，一块接一块的崩裂脱落掉在地上。脱落的地方瞬间长出了一层黑亮粗硬的新毛发，像钢针一样紧贴着皮肉。他的4条腿变得更加粗壮，爪子在青石板上不安分地抠动着，轻易就能在坚硬的石头上留下白色的划痕。体型足足大了一整圈，原本只是一条干瘪的土狗，现在这体型和肌肉轮廓，简直就是一头正直壮年的凶悍野狼。我明白了，这宅子里的阴气和邪祟，对别人来说是要命的毒药，但对默默这头能吃脏东西的神狗来说，全是大补之物。这几口纸人下肚，比吃了几10斤生牛肉还管用。默默消化完肚子里的东西，猛地站了起来，他抖了抖身上新长出来的硬毛，转过头，那双已经变成亮黄色的眼睛，死死盯住了1楼大厅那扇彻底敞开的红木大门。他没吃饱，这洋房里还有更补的东西。默默喉咙里压抑着呼噜声，前脚踏上了红木门槛，半个身子探进了黑洞洞的大厅里。就在默默的前脚刚落地的一瞬间，洋房2楼那一排紧闭的玻璃窗户毫无征兆的在同一时间由内向外猛地齐刷刷炸得粉碎，成百上千块锋利的玻璃碴子像冰雹一样从2楼砸落下来，摔在院子的青石板上，发出极其刺耳的碎裂声。紧接着1楼大厅那黑咕隆咚的深处，厚实的红木地板下方传出了一声极其凄厉拉着长音的女人哭声。2楼砸下来的玻璃碴子像冰雹一样砸在青石板上，碎片四处飞溅。我条件反射的抬起胳膊，用装了14万现金的黑包挡在脑袋前面。默默连躲都没躲，碎玻璃砸在他新长出的黑硬粗毛上，顺着毛皮滑落在地，连一点皮都没划破。1楼大厅红木地板下面传出的女人哭声越来越尖锐，这声音不像从嗓子眼里发出来，倒像有人拿指甲在刮生锈的铁皮，听得人耳膜生疼。默默听见这动静，不仅没退，反而兴奋地甩了甩脑袋，那双已经变成亮黄色的眼睛在黑暗中死死盯着大厅中央，喉咙里发出极度饥饿的呼噜声，哈喇子顺着嘴角直接滴在了青石板上。嗖的一声，默默后腿猛地一蹬，庞大的身躯化作一道黑影，直接冲进了黑洞洞的1楼大厅。我攥紧手电筒，拎着包快步跟了进去。一进大厅，一股浓烈的老房子霉味混着地下特有的阴冷潮气扑面而来。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去，大厅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件盖着白布的破旧家具。默默已经冲到大厅正中央，4条腿像铁柱子一样钉在地面上，狗头低垂，鼻子几乎贴在暗红色的实木地板上，顺着地板缝隙疯狂深吸了一口气。接着他动了，默默根本没找什么暗门机关，2只前腿猛地抬起，长达2寸，带着倒钩的锋利爪尖噌的一声完全弹出，咔嚓一声，2只前爪像2把大铁镐，狠狠凿进了厚实的红木地板里。这种民国老洋房用的全是上好的红木实木板，厚度足有2、3寸，底下还用小臂粗的铁钉死死固定着。可在默默的爪子面前，这红木地板简直像纸糊的。默默2只前爪死死抠住木板边缘，肩背上的肌肉瞬间高高隆起，猛地往后一撕，嘎嘣一声巨响，一大块半米多长的红木地板，连带着下面几根生满铁锈的粗大长钉，直接被连根拔起，硬生生扯断，碎木头碴子崩得到处都是。默默看都没看被抠飞的木板，2只爪子像上了发条的旋风铲，对着缺口疯狂开卷。红木地板一块接着一块被暴力掀飞，有的直接被一爪子拍成2截。大厅中央瞬间被清空出了一大片面积，木地板下面是一层厚实的水泥地砖，哭声就从这层水泥地砖下面透上来，此时已经变成极其刺耳的惨叫，仿佛地砖下面有个活人正被烈火焚烧。默默的动作连停顿都没有，爪尖直接凿向坚硬的水泥地砖，火星四溅，爪子和水泥剧烈碰撞，砸出一簇簇刺眼的火花。那层能跑大卡车的水泥地，在默默不知疲倦的疯狂扒掘下，迅速皲裂破碎，大块大块的水泥块被从身下刨飞出来，砸在周围墙壁上发出闷响。不到2分钟，厚厚的水泥层被彻底刨穿，轰的一声闷响，最后一块水泥板被一爪子拍碎，掉进了下面的空洞里。大厅正中央赫然出现了一个1米见方、深不见底的黑窟窿，一股极其阴寒的冷风夹杂着浓烈的土腥味，瞬间从窟窿里喷涌而出。默默停下动作，趴在窟窿边缘，冲着下面疯狂龇牙低吼。我走过去扇开呛人的灰尘，举起强光手电筒，把光柱笔直打进黑窟窿，下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地下暗角，大概2米多深，四壁全用青砖砌死，没有台阶。我趴在边缘探头往下看，本以为底下藏着碎尸骨头或者死人棺材，可手电筒的光柱扫清暗角底部的瞬间，我整个人猛地愣住，没有死人，没有尸骨，暗角地面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10个拳头大小的油纸包，其中几个已经烂开了，在强光照射下反射出一种极其耀眼、沉甸甸的暗黄色光芒，是金条，全是民国时期的大黄鱼，一根根码得像小砖墙一样，足有上百根，旁边还散落着几个晶莹剔透的翡翠镯子和青花瓷瓶。这胖老板买下的凶宅底下竟然藏着这么大一笔横财。可那个凄厉的女人哭声并没有停，我顺着声音来源把手电筒光柱慢慢往下移，最后定格在那些金条的最中间，那里没有金子，而是端端正正摆着一个暗红色的4方红木盒子，盒子四周密密麻麻贴满了画着朱砂的黄色符纸，只是那些黄符已经严重发黑卷边，透着一股邪气。那红木盒子此刻正在原地剧烈颤抖，发出哒哒哒撞击地面的声音，那尖锐
锐凄厉的哭声就是从这个贴满黄符的红木盒子里一丝一缕的渗出来的。我把装了14万现金的黑包往地砖旁边一扔，纵身跳进了2米多深的暗窖底部。刚一落地，一股冻透骨髓的阴寒之气直接顺着裤腿往上窜。手电筒光柱打过去，那些油纸包里散落出来的金条泛着诱人的黄光，可我连看都没看那些金条一眼，目光死死盯在金条中间那个贴满黄符的红木盒子上。盒子还在原地哒哒哒的剧烈跳动，里面的哭声尖锐的几乎要刺穿我的耳膜。那些黄符纸的缝隙里正往外渗着一丝丝极其腥臭的黑水。我后退半步，右腿猛地发力，腰腹1米，对准那个诡异的红木盒子狠狠一脚踹了上去。砰的一声，实木碎裂的巨响在狭窄的暗窖里炸开，红木盒子的盖子连带着半边木框直接被踹得4分5裂，木头茬子混合着碎烂的黄符纸满天乱飞。盖子爆开的瞬间，暗窖里的温度骤降，一股浓烈到犹如实质的粘稠黑气，夹杂着刺骨的冰碴子和恶臭，像被踩了尾巴的毒蛇从碎裂的盒子里猛地窜出来，伴随着一声能把活人当场吓疯的凄厉惨叫，直奔我面门扑了过来。速度太快，距离太近，我甚至能感觉到黑气里透出的刺骨寒意已经贴在了我的鼻尖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头顶上方爆出一声极其凶悍的狂吼，默默直接从2米多高的暗窖边缘纵身跳下，轰的一声砸在我面前的青砖地面上。他半截身子死死挡在我前面，4条粗壮的腿像钢筋一样钉在地上，面对扑面而来的恐怖黑气，默默不躲不闪。那张布满獠牙的大口猛地张开，下巴几乎拉开到一个极其夸张的角度，喉咙深处像装了一个大功率的抽风机，猛地向里一吸，呲的一声，一股巨大的吸力凭空产生，那团马上就要扑到我脸上的粘稠黑气，连转弯都来不及，直接被扯成一股黑色旋风，连同被我踹飞在半空中的碎烂黄符纸，瞬间被卷在一起，哧溜一下，默默一口将其全部吞进了肚子里，默默闭上嘴，嘴唇快速蠕动着，锋利的牙齿将那些混在黑气里的硬木茬子和黄符纸嚼得粉碎，连个渣都没吐，喉咙一滚，直接硬生生咽了下去。咽下这团黑气后，默默蹲在地上，极其舒坦地打了一个悠长响亮的饱。随着这一个嗝打完，暗窖里冻透骨髓的阴寒感瞬间像被烈日暴晒的薄冰，眨眼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刺穿耳膜的惨叫声彻底断绝，恶臭味被一扫而空。不过几秒钟的时间，温度就恢复了正常，甚至还有点闷热。我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低头看了一眼地上那个被我踹碎的红木盒子，里面空空如也，连一根头发丝都没剩下。我转过身，手电筒扫过那一堆码放整齐的民国金条和几个青花瓷瓶，发财了，有默默在旁边守着。我后半夜连暗觉都没出，直接靠在一堆装金条的油纸包上，闭着眼睛踏踏实实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一抹刺眼的阳光顺着暗窖上方那个被刨开的大窟窿照了下来，直刺我的眼睛。我睁开眼拍了拍身上的土，站起来，默默趴在旁边的青砖上，体型不仅稳固在了野狼般大小，那一身新长出来的黑黄相间的毛发在阳光下甚至泛着油光，透着一股极度危险的凶悍之气。就在这时，洋房外面原本死寂的街道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引擎轰鸣声，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在院子那扇生铁大门外响起，紧接着是哗啦啦的铁链子碰撞声，有人正在外面解开昨晚锁死大门的那条粗铁链。咔嗒一声，黄铜挂锁被打开了，外面传来胖老板那极其嚣张且油腻的嗓音，吆喝手下都精神点，家伙事儿抄在手里。他说昨晚宅子里动静那么大，连2楼窗户都炸了，那小子估计早就被里面的东西吸成干尸了，让他们进去先把尸体装麻袋扔车上，然后带铲子跟他进去把地底下的宝贝全刨出来。一个粗犷的男生附和着说一句干尸而已，怕个球。哐当一声，2扇沉重的生铁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胖老板穿着一件花衬衫走在最前面，身后紧跟着4个膀大腰圆、胳膊上全是纹身的壮汉。这4个壮汉每个人手里都倒提着一根鸭卵粗细、泛着冷光的实心钢管，5个人踩着满院子的玻璃碴子和碎纸屑，杀气腾腾的一把推开了1楼大厅那扇残破的红木大门。砰的一声，本就摇摇欲坠的红木大门被胖老板一脚重重踹开，门板砸在墙上，门框上的灰尘扑簌簌往下掉。他骂骂咧咧跨过门槛，话还没说完，声音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在了喉咙里。大厅正中央，原本平整的实木地板和水泥地砖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周围堆满碎木头和水泥块的巨大黑窟窿。胖老板3步并作2步冲到窟窿边缘，举起手电筒把光柱直直打了下去，强光照亮了2米多深的暗角。我正单手拎着装了14万现金的黑包，靠在一堆码得整整齐齐的大黄鱼上，旁边蹲着体型大了一整圈、浑身长满黑黄硬毛的默默。胖老板指着我，脸上的肥肉因为极度震惊而剧烈哆嗦，不敢置信的来回扫视着我全身上下，又看了看旁边那个被踹得稀巴烂的暗红木盒子。他结结巴巴地问我怎么没死，我说秘密，死不了。我仰起头看着他，说好的待一宿给5万，问他钱呢？胖老板根本没接我的话，他的手电筒光柱死死定格在我身旁那一堆用油纸包着的金条上，散落出来的金条在强光下反射着极其刺眼的黄光，旁边几个极品翡翠镯子更是晃花了他的眼。他狠狠咽了一大口唾沫，脸上的震惊和恐惧全都被一种极度贪婪的疯狂给取代了。他突然咧开嘴发出一阵嘶哑的怪笑，说他花大价钱买下这栋凶宅，本来就是听说地底下埋着当年大户人家留下的横财，找了几个土夫子都没敢下地，没想到让我瞎猫碰上死耗子，把地窖给刨开了。他猛地转过头，冲身后4个纹身壮汉一招手，大喊发财了，底下全是金条，让拿麻袋装，少说也有几千万。那4个壮汉一听几千万，原本就不怀好意的眼神瞬间变得极其凶狠，他们拖着手里的实心钢管大步走到窟窿边上往下看，钢管在青石板上拖出一阵刺啦刺啦的刺耳摩擦声。一个光头壮汉用钢管敲了敲手心，居高临下的盯着我，问老板怎么处理这小子和狗。胖老板脸上的伪善彻底撕了个干净，他扯了扯花衬衫领口，往窟窿边上吐了口浓痰，说这宅子闹鬼是出了名的，死个人再正常不过，让他们把我打残，连狗一起弄死，手脚干净点直接扔地窖里填平，底下的金子全是他们的。
光头壮汉狞笑一声，把手里的钢管往腰带上一插，双手扒住窟窿边缘，纵身就要往下跳。不用麻烦他下来，我直接把装钱的黑包斜挎在肩膀上，双腿猛地发力，脚尖在青砖墙壁上用力一蹬，双手扒住水泥边缘，腰腹一挺，整个人直接从2米深的暗窖里翻了上来，稳稳落在1楼大厅的地面上。紧接着一声极其低沉的嘶吼，默默根本不需要助跑，粗壮的后腿在暗窖底部的青砖上狠狠一踩，砰的一声闷响，庞大的如同野狼般的身躯直接拔地而起，跃出窟窿，稳稳落在我身旁。4个壮汉看到默默现在的体型，明显愣了一下。光头壮汉往后退了半步，这狗昨天在店里不是这瘪犊子呀，怎么一夜之间长这么大了？眼里闪过一丝忌惮。旁边一个刀疤脸壮汉啐了一口，再大也就是个畜生，手里可是实心钢管，一棍子下去连老虎都能开瓢。他根本不给我废话的机会，大步跨上前抡圆了胳膊，压软粗细的钢管在空气中撕裂出一道刺耳的破风声，带着极其刚猛的力道，直奔我天灵盖狠狠砸了下来。我站在原地，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脚底下半步没退。就在那根实心钢管距离我头顶不到20厘米的瞬间，蹲在我脚边的默默喉咙里猛地炸开一声狂暴的怒吼，他粗壮的后腿将坚硬的水泥地面硬生生踩出2道白色裂纹，默默化作一道黑黄相间的残影，速度快到肉眼根本无法捕捉。他根本没去咬那根砸下来的钢管，而是张开布满森白獠牙的大口，身子在半空中猛地一拧，直接迎着刀疤脸壮汉挥舞的手臂扑了上去。咔嚓一声极其刺耳的骨头碎裂，伴随着利齿瞬间刺穿皮肉的闷响，刀疤脸壮汉那条粗壮如牛腿的手腕在半空中硬生生停住了，默默的上下2排獠牙就像2把液压大铁钳，死死咬穿了他的手腕关节，锋利的犬齿直接从手腕内侧穿透出来。那根距离我头顶只剩10几厘米的实心钢管瞬间脱手，重重砸在水泥地上，火星四溅。刀疤脸壮汉发出一声惨叫，五官痛得扭曲在一起，另一只手想去砸默默的脑袋，默默根本不给他机会，咬住手腕的脑袋猛地往下一扯，一大块连筋带血的皮肉被硬生生撕扯下来。刀疤脸脚下一个踉跄跪倒在地，捂着往外狂喷鲜血的手腕，在满是碎玻璃和木头碴子的地上疯狂打滚哀嚎。这一切发生在眨眼间，剩下3个壮汉包括那个光头全都看傻了眼，举着钢管愣在原地，根本没反应过来一条狗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爆发力和咬合力。我趁他们发愣的功夫，猛地转身大步跨到那2扇残破的红木大门前，我双手死死抓住2扇厚重的门板，腰腹一较力猛地往中间一合，砰的一声，2扇红木大门死死合拢。我顺手抽出门框上那根小臂粗的实木门栓，咔嗒一声将大门从里面反锁得死死。我转过身，把装钱的黑包往地上一扔，冷冷地看着胖老板和那3个壮汉，今天谁也别想出去。光头壮汉最先反应过来，眼睛布满血丝，扯着嗓子大吼让大家一起上，先把狗砸成肉泥再弄死我。3个壮汉同时举起实心钢管，从3个方向呈包夹之势朝默默扑了上来。3根钢管带着极其刚猛的破风声，分别砸向默默的脑袋、腰腹和后腿。默默根本不怵，庞大的身躯展现出绝对的凶悍与极其恐怖的敏捷。就在3根钢管即将砸中他的瞬间，默默4肢极其诡异的贴着地面猛地一俯，整个身子几乎贴成了平皮，直接让3根钢管全砸在了空处。钢管砸在水泥地上，震得3个壮汉虎口发麻，水泥碎块四处飞溅。没等他们收回力气，默默动了，他就像贴地飞行的黑色闪电，后腿猛地一蹬，直接窜到光头壮汉双腿之间。他脑袋一歪，张开大口，对准光头右腿膝盖侧面的关节狠狠一口咬了下去。咔嚓一声让人牙酸的脆响，默默的尖牙直接咬断了他膝盖里的韧带。光头壮汉双眼一翻，右腿瞬间失去支撑，像被砍断的木头桩子一样直挺挺栽倒在地，手里的钢管直接甩飞出去。默默松开嘴，连看都没看倒地的光头一眼，他借着咬合的反作用力，身子在半空中猛地一拧，粗壮的尾巴像钢鞭一样啪的抽在旁边另一个壮汉的脸上，直接把那人抽得鼻血狂喷。趁着那人视线模糊的瞬间，默默后腿发力跃起1米多高，一口咬住了他挥舞钢管的手肘关节，又是一声清脆的骨折声，那人的手臂以一个极其诡异的角度反向折断，钢管应声落地，人也惨叫着瘫软下去。还剩最后那个壮汉，他看着不到1分钟的时间，3个同伴全在地上疯狂抽搐哀嚎，彻底吓破了胆。他扔下钢管，转身就往大门方向跑，2只手疯狂去扒拉我刚插上的实木门栓，惊恐的大喊：“这狗是妖怪！”一道黄黑相间的残影从他身后掠过，默默直接扑到他后背上，2只前爪死死搭住他肩膀，张开大嘴一口咬在了他的脚踝后跟上，跟腱瞬间被咬穿扯断。最后一名壮汉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嚎，双手顺着门板滑落，整个人像烂泥一样瘫软在门槛上，抱着脚踝在地上疯狂扭动。1分钟，或者连1分钟都不到，4个手里拿着实心钢管绑大腰圆的纹身壮汉，全都在满是灰尘和污渍的水泥地上翻滚哀嚎。默默每一口都精准无比地咬在他们最致命的关节上，费了行动能力，但又刻意避开了要害。默默甩了甩嘴上的污渍，踏着满地的碎玻璃和水泥块，一步一步极其缓慢地走向了胖老板。一股骚臭味弥漫开来，胖老板那条花色西装裤的裤裆处直接湿了一大片，他满脸没有血色，肥肉剧烈哆嗦着，语无伦次地嚎叫着让默默别过来，威胁说再过来就打死他。他一边喊一边手忙脚乱地把手伸进自己的真皮包里疯狂翻找。默默根本没理会他的威胁，喉咙里发出极具压迫感的呼噜声。就在默默后腿即将发力的瞬间，胖老板的手猛地从皮包里抽了出来，他手里赫然攥着一把黑乎乎泛着冰冷金属光泽的土制铁管器械。胖老板双手死死握住器械，黑洞洞的粗大管口直接对准了默默的眉心，他声嘶力竭地吼着让默默别动，说再往前走一步就结果了他。我眼角猛地一抽，右手直接摸向后腰上别着的那把生锈开山刀，2只脚的脚跟已经微微踮起，随时准备扑过去夺下器械。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处于狂暴攻击状态，浑身肌肉紧绷的默默突然停下了所有动作，他没有扑咬，也没有闪躲，4条粗壮的腿稳稳踩在满是玻璃碴子的地面上。
默默就这么直勾勾站在馆口不到1米远的地方，那双亮黄色的眼睛死死盯着胖老板那张满是横肉的脸。接着，默默缓缓张开嘴，喉咙深处并没有发出凶狠的咆哮，而是发出了一阵极其诡异古怪的呜咽声。那声音又尖又细，拉着长长的尾音，听起来根本不像狗叫，倒像是一个女人被人掐住了脖子，在水底下绝望地吐着泡泡，拼命挣扎发出的那种凄厉惨气。这声音刚一响起来，整个1楼大厅里的温度仿佛在瞬间降到了冰点。胖老板听到这声音的瞬间，整个人像触了电一样，猛地打了个极其夸张的寒战。他的上下2排牙齿开始不受控制的疯狂打架，发出咯咯咯的脆响。默默依然蹲坐在原地，死死盯着他，喉咙里那让人毛骨悚然的哭咽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就像贴着人的耳朵眼里在吹凉气。下一秒，胖老板那件花色真丝衬衫的领口处突然毫无征兆的往外冒出了一丝黑气，紧接着是他的袖口、裤腿，甚至头顶稀疏的头发缝里，一股股浓烈的如同实质的黑气像决堤的洪水一样，从他浑身上下的毛孔里疯狂喷涌而出。那股死人香灰味混着臭水沟的味道瞬间在空气中炸开。我猛地反应过来，这胖老板印堂发黑，脖子上本来就盘着一丝邪气，身上一直缠着凶宅里的邪祟怨气。之前那怨气潜伏在他体内吸他的阳气没爆发出来，现在默默刚吞了地窖里那个贴着黄符的红木盒子里的邪祟怨气，顺着这诡异的呜咽声直接吐了出来，当场引发了胖老板体内那股邪气的全面反噬。胖老板惨叫着说好冷，说有东西掐他脖子，他手里的器械根本拿不稳了，2只肥胖的手臂被浓烈的黑气死死缠住，像被2条黑色巨蟒绞紧。他拼命想扣动扳手，可手指头已经完全僵硬，指甲盖变成了灰紫色，根本弯不下去半分。胖老板的身体开始发出极其诡异的骨骼扭曲声，在黑气的缠绕下，他的2条胳膊不受控制的向外翻转，他的嗓音彻底变了，变成又尖又细的男女混合音，眼皮疯狂外翻，黑色瞳孔瞬间缩成一个点，大片眼白翻露在外面。那4名躺在地上哀嚎的壮汉看到老板这副鬼样子，吓得连断手断脚的疼都顾不上了，拼命往大门方向爬，在地上拖出4条刺眼的黑色拖痕。胖老板喉咙里发出漏风一样的怪笑声，突然他那2只被黑气缠死的手臂猛地向上一抬，并没有把管口对准默默，也没对准我，他那双完全翻白的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然后他2只手握住金属管，把那把沉甸甸的器械猛地调转了方向，那块包着厚重铁皮的器械尾端直接对准了他自己的脑。砰的一声，胖老板双手抡圆了力气，拿着沉重的铁皮器械尾端像砸西瓜一样狠狠砸在了自己的前额上，这一砸力道极大，额头上瞬间裂开，黑色液体直接飞溅出来，可他就像感觉不到任何疼痛一样，脸上肌肉扭曲着，嘴角依然挂着那诡异的怪笑，双手再次举起，器械尾端狠狠砸下，鼻梁直接被砸得凹陷进去。他就这么直挺挺站在大厅中央，两眼翻白，双手机械而疯狂地挥舞着那把土制器械，用铁皮包裹的器械尾端一下接一下的往自己脑袋上狂砸，黑色液体顺着他的脸颊像瀑布一样往下淌，染透了花衬衫，滴滴答答落在地上的碎玻璃上。砸到第6下的时候，胖老板的脑袋已经没法看了，伤痕累累，他手里的动作猛地一顿，喉咙里发出一声极其微弱的恶声，紧接着几百斤的肥胖身躯像一滩烂泥，扑通一声直挺挺向前扑倒在满是水泥碎块和黑色污渍的青石板上，浑身剧烈抽搐了2下，彻底晕死了过去。胖老板像头死猪一样趴在血泊里一动不动，我走上前，一脚把那把沾着血的土制双管猎枪踢飞到2米开外，接着我从兜里掏出那个屏幕碎了脚的老人机，直接按下了报警电话。我语速极快的报了地址，说市郊红砖老洋房有人拿喷子要杀我，还带了4个拿钢管的人，已经被我放倒了，底下还挖出来一堆来路不明的金条。说完直接挂断电话，大厅里只剩下4个壮汉断手断脚的惨嚎声。默默蹲坐在胖老板身体旁边，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嘴边的碎肉末，喉咙里发出极其舒坦的呼噜声。他那一身黑黄相间的硬毛像钢针一样披在身上，体型壮得像头小牛犊子。不到20分钟，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直接撕裂了洋房外面的街道。哐当一声，虚掩的生铁大门被猛地撞开，红蓝相间的警灯光芒疯狂闪烁，把院子照得通亮。7、8个全副武装、举着防爆盾和手枪的警察踩着满地碎玻璃，直接冲进了1楼大厅。带头的警察大吼一声，让所有人别动，把手举起来。可当他们看清大厅里的景象时，全都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4个膀大腰圆的纹身壮汉，手腕、膝盖、脚踝全被以一种极其恐怖的角度咬断，满地打滚。旁边一个穿花衬衫的胖子脑袋被砸得血肉模糊，旁边还吊着一把自制的双管短喷子。我指了指地上的5个人，说是我报的警。我说这胖子是镇上古董店的，带人来害我，还要抢我发现的无主金条，他们手里有凶器。我这狗为了护主咬了他们几口。至于胖老板，是自己发了失心疯，拿枪托砸自己的头。带头的警察看了看地上4个壮汉骇人的伤口，又看了看蹲在我脚边眼神极度凶悍的默默，握枪的手都紧了紧。他立刻下令把人全铐上，叫救护车，然后带人去查案脚。3天后，我背着那个装了14万现金的黑包，手里捏着一张崭新的银行卡，大步从派出所大门跨了出来。默默脖子上拴着一根新买的粗牛皮牵引绳，大摇大摆地跟在我旁边。这3天里，事情查得清清楚楚，那个胖老板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生意人，背地里是个极其嚣张的文物倒卖头子，身上还背着2、3起为了抢古董弄出的人命案。那4个打手也是有案底的通缉犯。警察冲进老洋房那天，不仅把他们一锅端了，还顺着大厅的暗角，把底下那上百根大黄鱼和几件青花瓷全起了出来。经过专家鉴定，这批金条是民国17一个大军阀留下来的，没有任何合法苦主认领，属于纯正的无主之物。胖老板持枪杀人未遂，我属于正当防卫。警方不仅当场给我颁发了一个见义勇为的锦旗，还按照国家规定，将那批无主金条合法变现了一部分，作为提供重大案件线索和上交国家文物的巨额现金奖励，直接打进了我的卡里，整整
整30万，加上包里换银元得来的14万现金，我现在全身上下揣着整整44万的巨款。在村里人均年收入不到1万的年代，这绝对是一笔能砸死人的横财。我走到街边，直接拦了一辆跑长途的面包车，我掏出2张钞票拍在车窗上，去李家沟，200块走不走？司机一看钱，眼睛一亮，说走，不过嫌我的狗太大，要加50洗车费。我直接把300块扔在副驾驶上，说不用找了。默默后腿一蹬，庞大的身躯直接窜进面包车后排，一个就占了一整排座。他把硕大的狗头搁在车窗上，迎着风半眯着那双亮黄色的眼睛。车子一路颠簸开了1个多小时，终于拐上了回村的那条黄土路。司机说前面就是李家沟村口了，路太破，底盘低开不进去，只能在这下。我推开车门，把沉甸甸的黑包甩在肩膀上，牵着默默跳下车。面包车一溜烟开走了，卷起漫天的黄土。我深吸了一口村里熟悉的旱烟混着牛粪的味道，拍了拍默默结实的脖颈，走回家，今天给他买半扇猪肉吃。默默甩了甩尾巴，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迈开粗壮的四肢跟我往村里走。就在我刚踏进村口那2棵大老槐树底下的瞬间，前面不远处的土路上突然连滚带爬的冲过来一个人，那是我们村的村长钱有福。他平时走路都迈着4方步，现在却跑得鞋掉了一只都顾不上捡，满头大汗，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像一头受惊的骡子。他一眼看见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猛地扑上来，一把死死抓住我的胳膊，大口大口的倒抽着凉气。他急得眼珠子都红了，嚷嚷着让我别进村了。他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指着村子后山乱葬岗的方向，扯着破锣嗓子大喊，说我家祖坟从地底下直往外冒黑烟。